泽连斯基反复无常，迎来惨痛代价。乌克兰从里到外已不再有人在乎其想法，而外长直言，泽连斯基什么都决定不了。对于泽连斯基来说，乌总统的名号或许已经名存实亡了，因为他已经开始什么都决定不了。随着乌军在北顿涅茨克的落败，泽连斯基的斗志也是越来越小了。最近的泽连斯基已经呼吁，希望在年前就结束俄乌冲突。只是很可惜，泽连斯基现在想提前结束都是痴人说梦，因为拜登根本就不同意。在最近的 G7 峰会上，拜登也是为泽连斯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他们G7一致决定将无期限支持乌克兰。还不等泽连斯基表示自己只想过个好年，拜登就大咧咧地表示G7又要给乌克兰援助280亿欧元，希望泽连斯基再接再厉。同时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也表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，英国则额外提供10亿英镑军援。身心疲惫的泽连斯基关掉视频通话以后，就会发现还没完，因为家里也着火了。近日，继俄罗斯以后，叙利亚也是成为了第二个明确表示承认顿巴斯地区两地独立的国家。泽连斯基气都气死了，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，说的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了。他都还没下台，乌克兰也没战败，自己还有着美国和西方的撑腰，俄罗斯也就算了，毕竟是真打不过，但是这也不是表示什么人都能骑到他的头上。为此，泽连斯基第一时间威胁叙利亚，如果不撤回发言的话，那么乌克兰就要和叙利亚断交，同时还要加大对叙利亚的制裁。但是叙利亚会怕吗？恐怕泽连斯基不知道的是，乌克兰招募雇佣兵时，叙利亚就想增援俄罗斯，痛扁乌克兰了。少数没有跟风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就有叙利亚，而且俄罗斯对叙利亚还有救命之恩，所以说叙利亚根本不在乎泽连斯基的威胁。对此，目前还属于乌克兰的赫尔松州也是表示赞同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同一时间，赫尔松又出来呛泽连斯基了。赫尔松居民政府副主席特雷姆索夫就表示，赫尔松已经开始准备进行全民公投。看得出来，随着乌克兰的节节败退，赫尔松也是等不及了。记得赫尔松一开始还表示没有公投计划，只是想恢复该州的经济发展，随后却又表示今年就要公投入俄，现在则是已经开始为公投做准备。恐怕俄罗斯今天如果拿下顿巴斯，都不排除赫尔松当天就公投的可能。为此，泽连斯基又气个半死，他警告赫尔松当地居民认清局势，乌克兰终将夺回所有失去的土地，所以他绝不会同意公投入俄这一想法。但是赫尔松在意吗？在意的话，就不会3番5次出来跳脸泽连斯基了。对于泽连斯基逐渐开始透明这件事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给出了答案。拉夫罗夫当即就一针见血道：“你们知道吗？我甚至都不知道泽连斯基到底想要什么。你说泽连斯基想要和平吧，他最近又叫嚣要拿美国西方的武器攻打俄本土；你说他想要斗争到底吧，他又表示要和俄罗斯和谈，这次还来了个希望年前结束俄乌冲突。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调侃道：如果乌克兰投降，今天就可以结束俄乌冲突。随后泽连斯基果然又不吱声了，所以拉夫罗夫随后就表示，泽连斯基现在希望什么都无所谓，因为他什么都决定不了，决定权在华盛顿。